大家好，我是曼大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策略，它可能会彻底颠覆你过去对理财的想象，叫做生命周期投资法。这个方法其实是我从大人哥那边学到的，我觉得对我们这种本金不多的小资族或是年轻朋友来说，真的特别受用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OK， 首先讲到投资，大家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词是什么？一定是分散风险，对吧？哎呀，什么鸡蛋不要放同一个篮子里，这句话我们大概都听到耳朵长尖了，但它确实是投资世界里不变的真理。那一般来说，分散风险不外乎就是从这4个面上去着手嘛。分散在不同产业、不同国家、不同货币，这些都很好理解。但我们今天要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第4点，也是最关键、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，那就是分散时间。你没听错哦，我们一直以来被教导深信不疑的那个分散时间风险的方法，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分散风险，反而还让你的风险越来越集中。讲到分散时间风险，10个专家大概有11个会跟你说就定期定额啊，是不是？就是每个月固定丢一笔钱进去，不管市场涨跌，反正跌的时候你还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单位数，听起来哇，超完美的，对吧？但是问题就来了，我们静下来想一想，这种方法真的有办法把你整个投资生涯，也就是你一辈子的风险给好好的分散掉吗？还是说这中间其实藏着一个我们从来没想过的陷阱？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可能会让你对定期定额的看法有180度的大转变。好，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数学题。假设有2个投资组合 ，A 组合里面有100万，结果运气不好遇到股灾跌了 50%，B 组合比较大包有1000万，市场波动只跌了 20%， 那你觉得哪个比较痛？当然是 B 组合嘛。你看，虽然它的跌幅趴数比较小，可是实际亏损的金额却是 A 组合的整整4倍。所以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最核心也最颠覆的一个观点。所谓的定期定额，它的本质其实不是在分散风险，反而是随着时间拉长，不断的把风险往后集中。你想想看嘛，你刚开始定期定额，可能一个月投个3000、5000，就算市场整个腰斩，你也就是损失那一点点，不痛不痒。可是20年后呢？当你的账户里已经累积到上千万的时候，这时候只要来个小小的回档，你损失的钱可能就比你前面好几年赚的都还要多。这哪里是分散风险？这根本是把人生最大的一场赌注全部压在你的退休前夕啊！好了，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定期定额的迷思，问题来了，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分散时间风险呢？答案可能让你吓一跳，那就是开杠杆。这就是生命周期投资法的精髓，它的逻辑跟定期定额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。它主张在我们年轻最能承受风险的时候，利用杠杆把风险部位拉高，然后用接下来的几十年慢慢地把风险降下来。听到杠杆2个字，很多人可能会眉头一皱，觉得哇，好可怕，风险很高。但是如果我换个方式说，叫买房贷款，你是不是就觉得很正常啊？其实买房子就是生命周期投资法最经典、最生活化的一个案例了。我们来想象一下买房子的过程，比方说你看上了一间价值1000万的房子，你自己辛苦存了200万当做头期款，剩下的800万怎么办？就是跟银行贷款嘛。在这个 moment， 你就是用自己200万的本金去控制了一个价值1000万的资产，200万撬动1000万，这中间的杠杆比例就是5倍。你看，这就是杠杆。用这种方式来理解，是不是其实一点都不可怕？但最关键的地方来了哦，这个5倍的杠杆并不是永远的。随着你每个月、每一年慢慢的还房贷，你的本金会越来越多，欠银行的钱会越来越少，你的杠杆比例也就会逐年下降，直到30年后，你全部还清了，杠杆也就顺利归零了。所以你发现了吗？
买房这个行为就是在一开始就把风险拉到最高，然后利用接下来20-30年的时间去慢慢消化、降低这个风险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散时间风险。好，我们来做最后的总结比较。定期定额，它让你的风险曲线随着年纪越大变得越陡峭，在你最不能亏钱、最需要用钱的晚年，让你承担最大的风险。而生命周期投资法呢，刚好相反，它是在你最输得起、最有本钱的年轻时候，把风险拉高，然后让风险曲线随着时间慢慢的变得平缓。所以你可以记住这句话：时间是定期定额的敌人，因为时间越长，你暴露的资产就越多。但反过来，时间却是杠杆最好的朋友，因为它能帮助你慢慢的消化掉一开始的风险。所以，我想跟所有年轻的投资朋友说，我们现在手上最强大的资产，真的不是本金有多少，而是我们拥有大把的时间。生命周期投资法就是一个教我们如何善用这个最大优势的策略，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为未来的财富自由打下一个更稳固的基础。所以你会怎么选择呢？是继续走传统的定期定额路线，还是尝试看看这个更颠覆性的生命周期投资法？你的选择将会决定时间这2个字，在你的投资道路上究竟是扮演你的朋友，还是你的敌人？如果喜欢我们这次分享的内容，请一定要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出去。未完待续，我们下期见哦。